怪不得他要死缠着天狼，就住这种破地方。永恒，他怎么会有这个？肯定是偷星星的。妈怎么会和他照这么多的合影啊？他怎么会有我的全家福？为什么偏偏把我的脸给划上了？精心制作的香水满足上市，这是他的第一步。希望我的宝贝儿以后越来越顺利。西西，不可能！没错，我是没有父母。就算有，他也不在乎我。我现在变成这样，都是因为没人管，这都是父母的责任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没有为什么，我就是讨厌你。那就请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们家人面前，更不要出现在我女儿的面前。他愿意认你吗？他愿不愿意认我，那是他的事情。但我就是他的妈妈。星星怎么会是精灵呢？有人愿意像妈妈一样对待你，你应该珍惜。有的人妈妈在身边也不能相认，再怎么说她也是长辈，你应该有礼貌一点。你干什么？我不能信。怎么会呢？细子鉴定报告。怎么会这样？该不会是精灵吧？星星不可能是精灵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这是你勒索钱财的证据。你为什么要陷害我呀？你到底是谁？我这叫以牙还牙。这是法院的传票，我要告你故意伤害和欺诈。我要是你的父母，我也会扔了你。你这个孩子，品行太差。我都做什么？我都做什么？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。
对了，我去他那儿拿了几件衣服，还有几件日用品，我想够用了。苏南阿姨，谢谢你。不过你别忘了，你答应过我会替我保密的。放心吧。青灵为什么会住院？操劳过度，营养不良，再加上压力过大，幸亏没有什么大碍。现在这儿只有你一个人，又要照顾徐奶奶，又要照顾青灵，你应付得来吗？酒店那边怎么办啊？你爸要是知道这事儿，第一个要怪的肯定是青灵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先等青灵醒过来再说。天狼，我帮你吧。你帮我？啊？为什么？我记得你也是反对我和青灵在一起的人。啊，我是怕你累着。再说，我跟徐奶奶也是旧相识了。对了，你知道徐奶奶有个孙女吗？听说是出国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说的是欣欣吗？听说很小的时候就走失了，徐奶奶一直在找她。走失了？怎么会呢？说是家里起了大火，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太清楚。这么说，就是离开穆家的那天。怪不得他那么恨我。欣欣，我到底对你做了些什么呀？苏南阿姨，苏南阿姨，啊，你为什么要问这个？啊，没有为什么，我就是随便问问的。你爸快下班了，我得先回去了。你放心，家里那边我替你瞒着。明天一早我来换你。你也别太累着了，药带了没有啊？药我带了，我会按时吃的。苏南阿姨，真的谢谢你。不用。天狼，我会一辈子感激你，一辈子做牛做马报答你。谢谢你替我守护女儿。你为什么这么残忍？为什么骗我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青灵就是欣欣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对我的女儿说了多少残忍的话？我做了多少狠心的事？我对他亏欠的太多太多，我就是下地狱也不能弥补我对他的伤害。你是不是就想看到这一幕？这就是你对我的报复，是吗？
是你考虑过欣欣吗？这样对欣欣不公平。我找过你们，我找过你们很多年，可我就是找不到。欣欣太可怜了，孩子太可怜了。你哭了，有什么事吗？没事儿。你都哭成这样了，你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我就是有点难过。是不是因为雪晴跟天狼？不完全是，我就是觉得有点累了。苏南，要不我陪你出去散散心吧？不需要。爸，爸，这女人最好的解压方式呢，就是刷卡。你要是跟着一起去呢，就没那么轻松了。你可真没眼力劲儿。我真的没事，一会儿我休息一下就好了。成，你自己安排，啊。哎，天朗呢？这两天在忙什么？爸，我哪有功夫管他呀？你要是不放心，就再把那2个保镖找回来呗。上次给天狼请那2个保镖的事，已经都沸沸扬扬的了，我觉得还是算了吧。天狼这一大早去工作，你应该为他高兴才是啊。什么工作？我不知道。苏南阿姨，怎么样？他还没醒啊？他都睡了2天了。你赶紧上班吧，你爸今天早上已经怀疑你了。那苏南阿姨，我先去上班，这里就辛苦你了。没事儿。我先走了啊。妈妈，我不想写墓，太难了。可是这是你的姓呀，再难我们也要写好，对不对啊？那我不要姓木，我要姓花。我会写花，欣欣最喜欢花了。妈妈知道欣欣最喜欢花，可是这人的姓是改变不了的，我们必须要学会，对不对？我们再写一遍。对，欣欣，啊，欣欣，妈妈带你去百花园。
妈妈最好了，星星最喜欢妈妈啦。妈妈也喜欢欣欣。我们走吧，走，玩去喽。妈妈最好，欣欣最喜欢妈妈。这句话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听到。我没撒谎，我真的没撒谎。不是我，精灵，不是我。精灵，醒醒，醒醒！精灵，你醒了。哎呀，慢点儿，慢点儿啊！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啊，是天朗让我来照顾你的。我这是在哪儿？这是医院。你已经睡了2天了，看来你真是累坏了。你走吧，我不用别人照顾。啊，对了，你看，我都差点忘了，我给你煮了粥，盛一碗给你喝啊。你还是拿回去给你女儿喝吧。精灵，我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我知道你恨我。有爱才有恨，我们之间哪有这么纠结？你尝一尝，就尝一口，这是你最喜欢吃的红枣粥。来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喝红枣粥？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青灵。我内心这么肮脏的人，怎么配得上您一句对不起？别这么说，我求求你别这么说。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。苏南，苏南，哎，苏南，苏南，兰嫂，我打个电话啊。哎，好。哎，怎么不接电话了呢？去哪儿了呢？兰嫂，哎，我饿了，你看厨房有什么吃的吗？哎，好。副董有红枣粥。红枣粥？苏南知道我最讨厌红枣的味道，怎么会做红枣粥呢？家里的保温盒也不在，是不是给别人煮的呀？别人会是谁呢？要不我给你煮碗面吧？哦，不用了。精灵，你醒了！天朗，你可吓死我了！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再生病了，知道吗？这个我可不敢保证。你的戒指呢？不是说好了不再动摇了吗？
天朗来了，那你们聊，我就先走了啊。谢谢南阿姨。没事儿。以后看到苏南阿姨啊，不用再紧张了，因为她是我们这边的。是吗？以前呢，我对她有误会，现在啊，我总算明白她对我们的心意了。我知道，以前苏南阿姨对你做过一些不太好的事情，可是你想想，以她在我们段家的立场，她也不得不那么做，不是吗？看在她照顾你，又帮助我们的份上，你就原谅她吧，好吗？我知道当后妈的不容易，先不说我原不原谅她，你应该对她好一点。她对你们段家姐弟真的是尽心尽力了。是啊。来嫂，哎，还没有联系到夫人吗？没有联系上，会不会手机没电了？天朗这小子是怎么回事？早晨不见人，晚上不见影的。还用问吗？肯定找青灵去了。干嘛？我又没说错。不仅天狼有问题，那个苏南也有问题。大半夜的嚎成那样，像话吗？开玩笑，他可是优雅的苏南啊。少说两句吧。不信你问爸，他可是以爸为天的人。这10几年，他第一次联系不上，他肯定有问题。明天给你做个检查，没什么问题就可以出院了。谢谢。谢谢啊。谢谢啊，不客气。啊，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那我们应该好好的庆祝一下。说，想吃什么？我带你去。我随便。随便，那就是听我的了。我的女朋友对我真贴心。喂，你俩干嘛呢？我刚来就看到少儿不宜的画面啊！我要是长针眼啊，就是你们俩害的。你还说呢？我都2天没看见你了。我都是有老公还孩子的人了，你都有人照顾了，还需要我呀？丽丽，你来的正好，我们一起出去吃饭。孙阿姨，你也准备一下。我也一起去吗？当然。啊，要不你带苏南阿姨去吃饭吧？我跟丽丽好久都没有见了，我们俩一起正好聊聊天。大家一起聊，不是更热闹吗？我们女孩子的事儿你不懂。青林，苏南知道你是他女儿了。怪不得他一直在这儿照顾你呢，他心里一定很难过。他难过。我也是当妈的人，我当然能理解当妈的心情了。虎毒还不食子呢，他一定很后悔当初对你做的那些事儿。我自己都顾不过来了，没心思顾及他的心情。好了，段天狼也回来了，你妈妈也找到了，更何况现在奶奶住疗养院的事情，他们一定会帮忙。他们是他们，我是我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逞强？这也不是1天2天的事儿。青灵啊，你打算跟天狼怎么办啊？丽丽，如果你是我，你会怎么办？我哪知道怎么办啊？哎，要不你把真相告诉段天狼，看看他什么态度。我一个人难过就够了，何必让他也不好过呢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替他着想呢？看来你是真的爱他。丽丽，不管我做什么决定，你都会支持我吧？等等，
你该不会是想跟天朗和你妈断绝关系吧？我也不知道，或许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选择吧。他要离开。苏娜阿姨，你怎么了？我手滑掉了，我手一滑就掉了。天朗，我再去买一份吧。苏娜阿姨，我看你最近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没事。天朗，现在你能相信我了吧？当然。那，你跟青灵将来怎么打算？我会娶她。可是，你爸那一关不太容易过。我知道，但我不会妥协。那你能向我保证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会站在青灵这一边吗？我向你保证。天朗，如果青灵和你爸之间只能选一个，你会选择谁？我父亲身边有您在照顾，我很放心。我会选择青灵。你得答应我，你选择了青灵以后，也不要抛弃你爸爸。他这个人的内心很脆弱，我了解他。我请你无论如何，让你父亲接受青灵，好吗？苏娜阿姨，你怎么了？怎么问这么奇怪的问题？就告诉我能不能答应。他们两个，你谁都不要放弃。谢谢。天朗，总算看见你人了，忙什么去了？关你什么事？管好你自己吧。爸，苏南阿姨呢？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呢？没看见爸铁青着脸吗？苏南也是，最近不是看不见人影，就是魂不守舍。还没回来吗？怎么，你知道去哪儿了？爸，我怎么会知道？他明明比我早离开医院的，为什么还没到家？我先上去换衣服。青灵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啊，我没事，出来走走。你还没吃晚饭呢吧？我带你去医院旁边的大排档吃点东西。谢谢段夫人，我承受不起您的关心。别这么说，就一次，我向你保证，就一次。我有话要跟你说。走吧。来，吃点儿。啊，还有这个，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，就随便点了点儿。你快尝尝看，合不合你的胃口？不够的话，我们再叫。本来我应该带你吃更好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离医院还挺近的。下次我带你去更好的地方。没关系，这里适合我。太好的地方我高攀不起。你别这么说嘛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
我就是觉得这个地方说话比较随意一点。没事，我适合这里。你要说什么？青灵，我知道我没有权利对你指手画脚，但是我真的不希望你离开天狼，我更不希望你一个人躲起来。这么多年，你一个人苦着，青灵，我不希望你再受苦。在遇到奶奶之前，我一直都是一个人的。现在奶奶病倒了，我只不过又回到了原来的情况，没什么苦不苦的，习惯了。我知道，你跟天狼很相爱，这是缘分，不要放弃。我了解天狼，我看着他长大，他是个很正派的男人，值得你托付终身。你要我像你一样，为了爱不顾一切？我知道，你恨我，但是我们之间有误会。今天我想告诉你，我和你父亲离婚，是因为我们性格不合。我跟他离婚以后，我去了美国，才认识了段振华。青灵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在找你，我没有放弃过你，真的。我打听过很多人，他们告诉我，他们整个村子都搬了，我找不到。青灵，既然我们母女能再碰上，就是我们不绝的缘分。我不希望你这么放弃，我更不希望你以后再苦了自己。我们之间没有任何改变，你也不用再向我道歉。还有，上次你要我答复你的事情，我现在可以回答你了。我答应你，离开段天狼，再也不见你们段家人，包括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你知道我是你妈妈了吗？你不要在我面前提这两个字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恨我。可是精灵，你不能再牺牲你自己呀！你是想让我像你一样那么自私啊？因为自己的爱情抛弃我，为了给段家姐弟当一个好妈妈，你就3番5次的逼我，现在还让我跟你一样，为了自己的爱情让天朗众叛亲离。我不是你，你别忘了，我跟天朗之间最大的鸿沟就是你。精灵，你没事吧？啊！不要以为这样我就能原谅你。我能跟你吃顿饭，已经很满足了。还有，暂时不要让天朗知道我们的关系。放心吧。青灵，天朗，宋娜阿姨，你们两个怎么在外面？我陪青灵出去吃了点东西。你们什么时候关系变得这么好了？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是来找你的，
你没回去，爸发火了。啊，那我在车上等你。你先送青灵上去吧。好。走吧。有没有想我？爸，您怎么在这儿？振华，对不起，我回来晚了。天狼，你不是去酒店了吗？你们怎么一起回来了？哦，我回来的路上看见南阿姨在车站，就开车带她一起回来了。车站？天狼，你南阿姨是第一次坐你车吧？什么时候跟你南阿姨关系处得这么融洽了？爸，您不是一直希望我对南阿姨好一点吗？怎么，您不高兴啊？那行，我把南阿姨送回车站，您再开车亲自去接她，不就行了？少贫嘴。好了，不早了，回去休息吧。爸，南阿姨晚安。嗯。坐公交车去哪儿了？我别撒谎，我问题多着呢，你圆不了。听兰嫂说，家里的保温瓶不见了，也是你拿走的吧？苏南，你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也没什么事，我就是上次在医院看到一个老同事，他身体不好住院了。今天就带点东西过去看看他。我们聊了很多以前的事情，聊得挺开心的，就把时间给忘了。对不起啊。那为什么不早说呢？是个男同事，我怕你不高兴。你不会真的生气了吧？是这样，我不生气。那就好。对了，早上起来我熬了一锅银耳汤，我给你热热吧。好。爸妈送进疗养院之后，青灵就得回公寓一个人生活。不行，说什么也不能让她在那种地方过日子。如果我跟青灵相认，就能带着她到段家生活。可那样，天朗和青灵就成了兄妹，结不了婚了。如果想办法让他们结婚，我到底是青灵的妈妈还是婆婆？唉，一切都乱了。振华肯定不会同意。如果我不认青灵，振华和雪清会继续打压欺负她。到底我该怎么办？好了吗，苏南？啊！哎呦，小心，手没事吧？哎呀，烫死我了！我烫了一下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这几天我已经听够你说对不起了。苏南阿姨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我烫了一下。我看看。没关系，没事，我自己来吧。振华，给。哎呦，终于让我等到这一幕了。老公，我先上楼换件衣服，等一下我们也去上班。嗯。苏南阿姨，我也走了。嗯。我一会儿回来接你。嗯。妈，南阿姨，你别在意雪晴说什么。我先上去了。哎，丁涵，等一下。你等一下。
我有话要问你，你跟青灵为什么离婚？是因为你爱上雪晴了吗？那阿姨，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？你不能回答我吗？这个问题有点复杂，一两句话可能说不清楚。那你跟我说个大概也可以吗？我第一次看见南阿姨对一个问题这么执着。我跟青灵认识很多年了，她一直很喜欢我，说要嫁给我。结了婚之后，家里关系一直不好，她跟我妈老是吵架。我妈和她奶奶都被气进了医院，所以我们就分开了。就因为婆媳不和，你们就离婚？那你们是不是拿着婚姻也太当儿戏了？我们有考虑过要复婚，但是我跟雪晴谈恋爱以后，我发现原来我一直把青灵当妹妹，而且那个时候，我也发现青灵对天朗的态度不一样，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婚姻是个错误。原来是这样。苏南为什么突然对我和青灵的事感兴趣？丁涵，那阿姨，我先上去了。啊，你去吧。常月，我对你有千千万万个对不住。如果当初我要是不离开你，你也不会。你要是想惩罚我，想责怪我，我通通都愿接受。对了，我要告诉你，我们的女儿，她认我了。我知道，这冥冥之中都是你对我的保佑。我希望你能继续保佑青灵，保佑我们的女儿青灵。希望她一切都顺利。你在说什么？天朗，你说青灵是你女儿？这怎么可能？天朗，怎么了？天朗，你没事吧？天朗，天朗，刚才吓着你了吧？青灵还说让我向你保密呢。苏南阿姨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当年我的前夫穆长月，也就是青灵的父亲，他一心扑在制作香水上。我那个时候年轻气盛，总觉得常年受他的冷落，我们俩经常吵架。后来我觉得日子实在没法过了，我一气之下提出来跟他离婚，想去美国发展。那个时候青灵还很小，也不懂事，我想等到我在美国发展以后再回来接他。去了美国，我当了住院医师。等我条件各个方面都好的时候，我三番五次的跟穆家联系，托人打听，可是几年下来始终联络不上他们。在我心灰意冷绝望的时候，你父亲出现了。他是因为做胆结石手术去的我们医院。他手术后的第2天，他就开始工作。我劝他要好好的休息，可他跟我说，如果我休息了，我们公司上百个家庭怎么办？我
我当时真的被他这认真工作的态度和负责任的心给迷住了。更何况，他一个男人带着你们姐弟两个实在是不容易。我也是真心想帮他。当然，你父亲对我也很好。我们渐渐的产生了感情。再后来的情况，你就都知道了。我终于知道，你有多爱我爸了。前半辈子都爱他了，现在我该爱我的女儿了。我失去了一次做母亲的机会，我不能再失去第二次。你现在要对我的女儿好。田朗，如果你想跟青莲有结果，你就不能告诉你父亲，青莲是我的女儿。可是我担心，这件事情能隐瞒多久？你不会想多个妹妹吧？当然不。怎么样？回家以后呢，要好好休息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奶奶住进了疗养院，青灵，你现在可以放心了吧？多亏了你们，谢谢啊。谢什么呀？别忘了，我们是一家人。这样，我开车送你们到前面的步行街，你们可以一起吃吃饭、逛逛街。好啊，走吧。快尝尝这蛋糕。闻这儿的味道，糖分好高啊！我在想啊，可不可以设计一个香水？不都在说减肥吗？就设计一个一闻到就饱的减肥香水，怎么样？这个主意不错吧？你这个想法太好了，青灵，你一定要好好投入制作香水的工作。我觉得这方面你比你父亲还有天赋。而且现在，仲华，怎么样？购物还算开心吧？你怎么会来这里啊？哎，这位小姑娘是谁呀？怎么这么面熟啊？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那个买香水的客人吧？香水？我还给你……哦，对了，你还追出来送我赠品来着？啊，对。你们两个怎么会在一块儿？他是我们太太慈善团帮助的对象。哦，那进疗养院的人是谁啊？你连疗养院都知道？那是我奶奶，她昏倒了，多亏了这位阿姨，才把我奶奶送进疗养院去。你奶奶什么病啊？她叫什么？你最近怎么总是心不在焉呢？对不起，我会注意。没事，谢谢。这么紧张？是不是我打扰你们俩了？当然没有。阿姨，这位是？这位是我先生。这么巧啊！哎，这位客人，你买的香水用的还满意吗？这位客人，叫我叔叔好了。坐吧。坐。那款香水挺不错的，很提神。还有没有其他的提神香水推荐给阿姨啊？她最近总是心不在焉的。没有。治疗型的香水倒是没有。我可以推荐给你一个配方，可以有清新作用的降真香。降真香？我给你写一个配方，回去可以尝试做一下。紫润降真香30钱，占香30钱，丁香皮15两，白毛香30两，麝香木。好了，
太麻烦了，你有没有简单一点的？我绝对给你推荐的是最简单、最有效的清新方式。哎呀，没想到你年纪不大，对香还挺有研究。说到香啊，我不含糊，我绝对是行家。大言不惭呢你。真的真的，他对花和香是非常有研究的。是吗？哎呀，那你做香水推销员岂不是太可惜了？好吧，你既然是我太太的慈善对象，我有个想法，你想不想去正泰日化工作？哎呀，振华，这可是我们太太慈善团的项目，你可不能硬抢呀。你还是不是我老婆？这是人才，我能放过他吗？哼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我还没想过。好，那你就好好考虑一下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哎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张丽丽。还有一盘菜。都看到差距了吧？啊，今天的晚餐和前2天比，那就是皇帝与乞丐。以后你们啊，都不许得罪你们的阿姨，以确保我们丰衣足食。行了，我知道我错了，还不行吗？以后不这样了，你就别说我了。哎，对了，天朗，我想安排个人到化工厂工作，虽然对方还没有同意，不过确实是个人才。什么人才，值得段副董等消息啊？叫什么名字？爸，他什么专业？啊，天朗，我们吃饭的时候不谈工作，好吗？来，尝尝这西兰花。嗯，好，你也吃吧。嗯。孙阿姨，这不是清灵研制的满足吗？是你爸爸送给我的。孙阿姨，爸要放化工厂的那个人不会是清灵吧？就是清灵，我把你叫上来就是说这件事的。那爸怎么会跟清灵遇上呢？我想他一定是跟踪我，他连医院疗养院他都知道。还好，清灵告诉他叫张丽丽，这事儿也算是瞒过去了。清灵为什么不拒绝他？到正泰工作太冒险了。清灵说再考虑考虑。天朗，一开始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，可是现在我改变我的想法。我觉得清灵天生就是制作香水的人才，我不想埋没她的才华。真没想到，你爸爸送给我的第1瓶香水，就是我女儿亲自做的。怪不得我闻到它的时候，就有一种亲切感。孙阿姨，我当然知道清灵是个人才，其实我已经有打算，我准备在外面找一家实验室，让他继续研制香水，做自己的香水品牌。这样做倒是好。不过，如果清灵能去化工厂，多熟悉下生产，多一些经验，我相信她将来能做出更完美的香水来。你说的也对，如果清灵有机会在化工厂工作，积累些经验，对她的制香能力一定会有质的飞跃。嗯。清灵，来看看，觉得这儿怎么样？我觉得挺好的。这是谁的家？你要是喜欢，这以后就是你的家了。我？清灵，上次我去过你的小屋，我看了，心里非常难受。
先不说那个地方环境怎么样，就是治安，我也不放心呢。你搬过来吧。这件事我可以自己解决。这离奶奶疗养院很近的，以后你看奶奶也很方便。我说了不用了，这样我会觉得有负担。是吗？对不起啊，可能我光顾着一时高兴了，我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。我向你保证，以后不管我做什么，我都会先征求你的意见。可是这个房子，我还是希望你能接受，就算是为了奶奶，好不好？我都说了，我不想要接受你的帮助。我这怎么能算是帮助呢？因为这样觉得压力很大。我现在只能叫你阿姨，可是你做的事情已经超出了阿姨的范围，好像在逼我改口叫你妈妈。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如果你真的不喜欢，那就算了。谢谢。啊，你来了。让你久等了。没事儿，坐。怎么，气氛不对嘛？你们在吵架吗？没有。怎么会呢？我好不容易说动他去工厂上班，正说得口干舌燥呢。这么说，你同意了？好，等一下我带你去工厂，把资料一填，办个上岗证就可以工作了。对了，身份证你带了吗？干嘛这么着急啊？你还没给人安排在什么岗位上工作呢？你看，研发部怎么样？是这样，我不想具体在哪个部门，批量生产跟包装我都想学习。麻烦副董给我这个机会。年轻人想多学点东西是好事啊，不过我是个生意人，可不想做赔本生意。你要是什么都学会了想走，我可不答应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给您创造出相对的效益作为回报。又大言不惭了。是自信。您昨天下午5点到9点之间有擦过红花油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早上洗过澡，还有味道吗？您刚离开工地，差不多有40分钟，对不对？呵，你有特异功能啊，连时间都这么准。每个事物的香味都有它的层次跟程度，我就用这个来推算时间。红花油就算了，工地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能有石灰和水泥的味道，应该只有工地了吧？我可真是服了你了。不行，我得马上带他进工厂，不能让他落到其他竞争对手手里。走，咱们走。哎，这事儿就让天朗去办吧，你何必要亲自跑一趟呢？那也好，你给他打电话。真有你的。你得暂时就用丽丽的名字。要是被拆穿了怎么办呀？怎么，你后悔了？我要是学习有成的话，我也可以拜托金厂长。靳正泰真的是正确的选择吗？苏娜阿姨说，爸虽然不喜欢清明，但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假的张丽丽。这个机会啊，就是爸专门给张丽丽的。要是知道真相，他会更讨厌我的。所以你要努力表现啊，争取让他对你有好的印象。尽量，反正我们早晚是要在一起的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好不好？
我们一起加油。你还不带我参观一下？是，老板娘。别闹。走。雪晴啊，进来。副总，是我。怎么？您约了雪晴啊？你怎么不打招呼就进来了？不方便。雪晴没来，你有什么事说吧。我来，是来向您表达谢意的。谢意？你又想搞什么？谢谢您为我们化工厂请了一位专业人士。您看看这个。丽丽的计划书。我带她参观了化工厂之后，她做出了这个计划书。她建议根据不同部门的职能，使用不同的香氛，来改善工作环境，提高工作效率。不同的部门用不同的香氛，好想法。这里面啊，把企业、个人还有客户啊，全都包含在里面了。您觉得怎么样？真不错，果然是个人才啊！这次得给你南阿姨记上一功了，要不是她，我也不可能歪打正着的给集团找个干将啊！为集团找了个干将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副总啊，雪晴，你们先工作，我先去忙了。爸，什么事儿不能让我知道啊？和度假村工程相比，什么事情都是小事。这个计划商讨的比较仓促，后续的工作还有很多需要补上。你和丁海多费点心了。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爸，这个是展览馆的预算出来了，你看一下。老婆，你的姿势好撩人呐。走开，没心情跟你玩。怎么了？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天朗和苏南走得特别近？是有一点。不是一点，是特别。而且苏南还帮天朗找了一个什么帮手。帮手？什么意思？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我一去天朗就不说了。哎，要不你找苏南去问一问，打听打听。苏南前2天也跟我打听我跟青灵以前的事，现在又跟天朗走得近，该不会是站在天朗那边了吧？你的意思是？天朗拉拢苏南，他们2个人私下联手了。这也只是推测。雪晴，你最近多约约爸，单独吃吃饭聊聊天，跟他打听一下天朗最近的动向，这样我们就能判断出苏南和天朗的情况了。经理，来，让我们举杯，庆祝青灵小姐的计划书得到了公司的认可。祝贺你，青灵。谢谢。青灵啊，本来苏娜阿姨今天啊要给你买一份庆祝礼物的，可是她怕你觉得有负担，所以就把这个任务啊托付给我了。来。这可是我买的。怎么，一件 T 恤衫也不愿意接受啊？谢谢。苏娜阿姨，这是你的。我的？对啊，我也有啊。呀，这不和青灵是一样的吗？这是母女装啊，怎么样，喜欢吗？还
还是你想的周到。要不你们俩穿上给我看看？现在？对啊。好啊，走啊，青灵，去换上。走啊，走。约会申请，你不会拒绝吧？要么进来，要么出去。你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啊？我刚刚动作多可爱。可爱？你都快成当妈的人了，还可爱？怎么？是不是丁海没时间陪你啊？才不是呢！我刚刚拒绝了他。我这个快要当妈的人呢，突然间意识到我老爸的辛苦，所以过来尽尽孝道，好给我肚子里的孩子做个好榜样。好。那我得感谢我的外孙，让你长大成人了。还是你女儿好吧，不像天朗，只知道陪男阿姨，冷落了您。又在挑拨离间，又把我的好心说成了企图。你可别忘了，我可是刚刚解救了你这个只能自己吃午餐的可怜老头。走吧。好，你想吃什么？什么好吃的都想吃。那就吃自助餐，什么都有。走。天狼，看看怎么样？哎，真是赏心悦目，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来，坐。青灵，我买的衣服你不喜欢吗？怎么会呢？那你为什么不说句话？我刚才一直在想，如果香水也能像母女装这样做成亲情套装，一定会很不错。想法很好，主题也不错，而且这种商品的销量是双倍的。副总要是知道了你这个建议啊，一定会给你加工资的。爸，我们去窗边吃吧。好啊，你请客，你说了算。到时候啊，爸一定会高兴。天朗，爸，你们怎么在一起吃饭啊？是这样的。你们的衣服？这衣服是我买的。啊，这衣服是天朗买给你跟阿姨的母女装，我说好看，他就先给我穿了。雪晴，你也认识丽丽啊？丽丽？不，这样您先坐。雪晴，我们去那稍打边吃。爸，她不叫丽丽。干什么？段天狼，你是存心的，怪不得你们三个人最近走得那么近，原来组成诈骗集团了。雪晴，怎么回事啊？爸，她就是迷惑天朗的那个离婚女人青灵。什么？你们三个搞什么鬼？给我说清楚！振华，这人多，我们去别的地方说。振华，来。来，周南，你竟然不分是非，帮着天朗骗我！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那个太太慈善团也是假的吧？你听我解释，这真的是巧合。太太慈善团？说谎！那个团早就解散了。爸，这里一定有阴谋，不用说，一定就是你搞的鬼。雪晴，哎呀，振华，我们回家说好吗？现在就要知道事情的真相。好，你让孩子们先回去，我留下来跟你解释。天狼，带青灵回去。好，青灵，我们走。天狼，你们站住！不许走！不许走！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，谁都不许走！风雪晴，给我放开！爸，你看到了，他帮青灵欺负我。雪晴，咱们是一家人，咱能不能有什么话回家说？在这吵多不好啊！让他们走吧。事情都是他搞起来的，凭什么让他走？雪晴，这是我们家的事，跟青灵他没有关系。这样，我们先让他走好不好？青灵，对不起，我不能送你了，先走好，快走。不许走！青灵，我可以走！雪晴，我先走！雪晴，雪晴，放手！雪晴，
事情。医生，我女儿怎么样？大人已经没事了，不过孩子没了。我绝不会放过那个青灵，我一定要告到他坐牢为止。要是敢告他，我就跟你离婚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是敢伤害青灵，我就跟你没完！疯了吗？他是让我失去外孙的凶手，青灵是凶手。你为了一个杀人凶手要跟我离婚，你简直是疯了！我就是疯了！我亲生女儿就在我眼前，我却不能相认，我还不能疼她。我做了那么多伤害她的事情，哪个亲生母亲不会发疯？你说？你是说，他是欣欣？你醒了？我在哪儿呢？医院。医院？雪清，我的孩子呢？我孩子没事吧？其实我只想好好爱你一个人，有没有孩子都无所谓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孩子呢？孩子有没有事？他还在我肚子里吗？孩子跟我们没有缘分。没事没事，以后我们还可以再要孩子。这对我到底是报应，还是代价呢？我努力工作，我努力争取，全都是为了我们的孩子。现在孩子没了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？等你把身体养好，我们把蜜月补上，努力制造蜜月宝宝。华清林，我现在更痛恨你了。青灵是苏南的亲生女儿，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一步呢？过2天，等雪清身体好一点，再告诉她这件事吧。
苏南阿姨，昨晚没睡，你不也一样吗？爸呢？他在书房待了一夜。爸啊，你在正好，坐下吧，我有话说。苏南，这些年你一直想着欣欣，这我都知道。既然找到她了，就母女相认吧。你愿意接受他了？嗯。我反对，何况雪晴也不会答应的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不过我也要表明我的立场。我能接受青灵做我的女儿，但我无法接受她做我的儿媳妇。苏南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相认以后就尽快把青灵接回家里吧，毕竟一个女孩子自己在外面是很辛苦的。以后青灵就是雪晴和天朗的妹妹。我不要，我没有妹妹，我跟青灵没有血缘关系。你反对也没有用。苏南是我老婆，我们的夫妻关系是受法律保护的。你跟青灵的兄妹关系也是受法律保护的。不管你怎么说，我对青灵的感情是不会改变的。这个家是我说了算，没人能够反对。苏南，尽快把青灵接过来。还是我亲自跟她谈。青灵当定我女儿了。我不告青灵了，离婚的事儿你也别再提了。